你是否发现过去四季分明的台湾，现在的季节感很模糊？夏天变得更长更热，冬天不冷，春秋两季好像都快消失。而夏天台风不一定会上门，但要来的时候，绝对让人胆战心惊。就拢水来就入水啊，落雨去到村落，你就看你片的湿地，就交阮这湿地同款，因那就是为阮台风入来，遐就拢袂种植起来，一片你甲看。冬季的时候就特别的干旱，全台湾都在缺水，等于去年的春茶没有什么收成啊，只收成1/4而已啊。本来就缺水的台湾，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下，干旱变得更加频繁，冲击农作收成。但一个锋面的迎来，却又暴雨成灾，让原本已经地层下陷的西南沿岸，瞬间像是没入大海之中。一年的下陷数域3公分，就是我们把它定为叫显著下陷的一个地区。那像整体而言，109年基本上整个下陷都已经到达，就是几乎是历史新低。地层下陷是经年累月抽取地下水的结果，是水资源长期不足、分配不均陷入的恶性循环。现在更要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旱涝夹击，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成了气候变迁在台湾的受灾第一排。住在云林口湖乡湖口村的吴李家在，拥有虔诚信仰，不懂老天爷为何要这样考验他。家人大乐平安，出外赛车平安，天上天保出外赛车平安。阮一囝7年啊，伊那像这日光灯伊咧开芳店云乌乌，较低无这遮悬。讲要出菜就要等下才过年，气较新鲜，楼梯就倒落安尼，就讲着，就即阵拢无清醒。安尼我有可能，有无？你讲啊，你回答我有可能。嘿啊。来访的这天，刚好遇上停电。吴李家在见怪不怪，因为人生已百般无奈。5年前，丈夫中风，儿子发生意外，每个月需要花4万块请看护，孙女由他接送照顾，全家靠他赚钱。而这一片1公顷左右的鱼池，就是他的全部。较早拢田、报车啊、插甘蔗、种番薯、种豆豆，就是为阮来拢袂种一哩，而且就爱往落市区啦。这块渔湾过去其实是块农地。1986年，罕见从西部登陆的韦恩台风，造成云林、彰化、南投、嘉义、澎湖5县市严重灾情，近40人死亡，4000户房屋全倒或半倒。海水入侵改变了湖口村。土地的盐破就是恁讲的咸啊嘛，咸你要种植无可能啊。是这些老人就就是家家己犁，就罔顾啊。罔顾，就顾。今年收无，望明年收有安尼，补来补。你若顾有，就加减收啦，顾无就了钱啊，了钱搁了工啦。本来种植甘蔗、番薯、水稻的田，现在变成养蛤蜊、虾子，加上近年天气过度炎热，常常虾死蛤亡，渔获量非常差。渐渐的，没人想在湖口村讨生活，只剩下走不了的长者留下。进前咱政府有推广，爱4个学生才可以开班，那2年没有5年级，也没有6年级，因为阮这人数无够。你像阮即马。9月要开学，1年级直接移位，少年拢出去啊。离海边啊
年轻人离乡打拼，没了生育力。村子里的国小过去学生5、60人，如今只有13人。老人家占绝大多数，200多户居民中就有20几户是中低收入，贫富差距年年拉大。讽刺的是，最具竞争力的竟然是天灾形塑出来的奇景。一整排伫立在水里的电线杆，3根高耸的电台天线，现在仍在使用中。要维修，工程人员得划着竹筏过去。农田成了湖口湿地，成了观光客景点，却没办法帮湖口村带来收益。过去的荣景只能随着夕阳没入水中，而新的威胁也已兵临城下。60几年说草虾王国，那70、80年就是贝类王国。那时候的水质、生物跟一个环境、温度造就那种产品在这边生存。全台1年文蛤的需求量达到200多亿颗，从曾明村渔温中出去的蛤苗就占1/10，让蛤苗活下来是他的生活重心。是从民国65年我就开始养了啦，经过也放了原来养了。到了民国70几年的时候，海边捞都是沙，没有苗了。水质、温度与藻类是文蛤存活的关键。曾明村表示，他是第一个从海边转战到口湖下仑村做育苗繁殖的渔民。因为在地有海水供应站，近排分离，正当业绩逐步攀升之际，气候变迁又来搅局，高温藻类繁殖太多，寒流太冷或大雨来袭，养殖水分、盐分变低，蛤苗都会暴毙。我们主要有水质的管理。气候一直变迁，那你也放在外面，那我们又不能去控制它，就是靠天吃饭嘛啊。曾明村现在希望研发能抗热的新品种贝类，并计划在池旁盖光电板，帮蛤苗遮阳降温，对抗气候变迁。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钱投资，大多数文蛤养殖户遇到寒流高温，还是靠地下水来调节。这个养殖业啊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你要养殖，就一定要用水嘛，这就是一定的啊。你超抽啊，这是规片整片都是养殖器啊，都是养殖器，每个都在抽。当然，经年累月过了10年来，当然它地层一定会下陷的。其实会抽地下水的，大部分都是淡水养殖起模，养慢的地下水才会抽得很严重。我定水应该嘛是愈来愈少吧。要么是建设落去嘛是抽，啊无抽，就袂当经营要做啥物，会抽较少啦，唔敢放掉。较早水色较歹啦，啊变化啊啥的，水会放掉啊，什么拢啊用消毒液唔敢放掉。舍不得放掉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感受到地在下沉。到现在，我这个那含4、5尺，抽水站流袂出去。落来到海底住个管顶，落来跌落，拢一个毛毛起。过去20-30年，台西乡是全台地层下陷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，累积的下陷量就达2公尺以上。落差大概多大啊？30-50应该有。台西5条港的村落，仍可以看到早期红砖黑瓦的住家废弃在路旁。过去的1楼成了1/2楼。除了养殖渔业造成地层下陷的帮凶，还有总在大旱时没水可用的农业。因为农业的话，它的抽水的深度会比较浅，不过它整体的量，也就是说它水井的数量是比较多的。那另外就是公井当然也有一些影响，因为公井的话，它单口是抽的量是比较大，抽的也比较深。台湾每年得抽取约53亿吨地下水资源来满足整体用水需求，当中农用占约50%，养殖25%，占3/4的地下水用量。对公有水井的部分，应该是停用，这些事情已经做了。那民井的部分，就是回到所谓的申报纳管。
要辅导合法化的这个工作。我们现在对于所谓的新生的水井，只要稽查到就急封。那我们这一口分层监测井底下就是安装了大概20几个磁环，在不同的深度。所以当我们这一套仪器进入到量测导管的时候，经过我们的磁环的时候，它就会有蜂鸣声。1.772。2016年，水利署颁布《云漳地区纳管水井辅导合法作业规范》，陆续将25万口私井辅导合法化，并在宜兰、桃园、彰化、云嘉南、高屏设置57口分层监测井，每月观测一次，记录磁环与地表间的距离，推估下限变化。可是这几年其实它都已经比较趋缓了，就大概控制在最大的可能，以往可能1年会到10几20公分。那这几年就是大概5公分、6公分那边，对的情势在发展，那就跟你那一年的水情条件，像去年水情条件很差，它就跑到又到7.8。在政府努力管制地下水抽取量后，彰化明显下陷的区域面积已逐渐趋缓，但云林的虎尾、土库、元长与大埤仍有待加强。台南则是北门区下陷量仍维持3到4公分左右，下陷难以解决，更大的危机还紧追在后。咱家沿海这方面，像地势就降低，水位就铺悬。我迄阵20、30岁迄阵水上大楼是涌起来安尼呢，即摆涌起来到这点，一年一年愈悬。到时你若讲，莫讲偌久啦，那30吨，搁30吨啦，这条海岸可能就爱涌起来。你会烦恼无？哈，当然会烦恼啊！海平面上升不仅是经年累月的感受，根据科技部研究模拟显示，气候变迁下增温2度与增温4度，分别会给台南渔温、沙洲带来不同的冲击，因为海水会上升0.5到1.2公尺。根据我们现在模拟，比较最严重，这样比如说4度 C 上升1.2公尺，然后大台南地区的模拟来讲，可能比较严重影响的像将军啊、北门啊，或者七股，或者是安平、安南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这样算起来的面积大概平均大概是92平方公里，在台南市总面积的4.2%。地层下陷加上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将会是复合型冲击，这样的高低差不仅会淹没家园，海水还会入侵内陆的地下水，导致土地盐化，田不能耕作，恶性循环下，生活只会越来越辛苦。这个地方如果好天气的话，我们是会在这边做日光尾雕。国土流失是肉眼难以辨别的，但气候变迁绝对是让人有感的。在阿里山种茶40年的王启平对气候变迁有深刻感受。浇灌茶园用的是曾文溪源头的山泉水，要从山上拉1000多支水管才足以灌溉3甲地。但过去10年，王启平就遇到2次整个山区没水，小河完全干枯，他必须到水源头打水的窘境。干那溪仔有水，你爱伫溪仔遐装一个木头，把水拍起来，阮才水塔。阮这水是本期后爬来，甲福山古道爬过来啊，2江水的结合，靠法度互这面积的地有法度灌溉。所以有啥物去年春仔的时阵，水库拢无水，全台省的水库拢无水，因为阮山顶的水就已经捡起来用啊。只要有饭店啦、有民宿啦、有茶厂啦、有徛街，拢爱用到水啊。你有讲100栋的水，可能你若漏咧压地的时候，可能差不多3点钟就无完嘞，就漏了啊。2020年，台湾遭逢100年大旱，曾文溪河道干枯，一滴水都没有。2021年5月，曾文水库见底，茶农必须找水救树，绕道跑去巴掌溪的源头取水救急。然而，缺水导致山上雾气不够浓，叶子长不厚，最终春茶收成只剩1/4。这台的功能就是 AI 啦。这台伊就会当监控每一天的迄个温度、湿度甲伊迄个病虫害的密集度，土壤的迄个酸碱值是安怎？如果有这个数据的时阵伊就知影讲气候变迁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。阮有这个数据的时阵，阮就知影讲阮要安怎管理，阮会当去做预防。面对气候变迁，茶农也在学习调试。那么，不种菜不养鱼的我们，又能够怎么调试呢？过去
都会很希望说投入很多的资源，然后去加高提防。我们必须要做到零灾害，可是零灾害在气候变迁调试基本上是不存在的，灾害无法避免。我们要做应该是说，在灾害来之后可以快速的复原。就我们讲的一个是韧性的一个社会是相对比较重要的。在气候变迁已是新常态的情况下，无论是缺水、农业受害，或是国土流失，挑战只会越来越严峻。亟待从根本找出解方，重新规划国土利用，辅导气候灾民做产业转型或搬迁，不让他们只能无奈不断地面对老天给的考验。